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我是主持人极限先生1号。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吗？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一个经典的哲学问题，它的名字叫做宿命论 （Fatalism）。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来好好掰扯清楚宿命论这个哲学问题啊。这个宿命论的意思就是说啊，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注定的，该发生的就必然会发生，该不发生的就必然不会发生。包括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啊，其实早已注定了，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改变命定的结局。比如说，你像一个舔狗一样对女神小芳展开了死乞白赖的追求啊，每天给人送早饭啦，每天晚上到人家宿舍楼下给人弹吉他啦，但是人家就是对你爱答不理，你就没有追到女神的命。无论你怎么跪舔，你就是命中注定追不到女神。再比如，无论你在职场上是开摆还是继续卷，你未来工资该是多少还是多少，你这一生到底能不能遭遇到泼天富贵，这都是你命中注定的。再比如，我们每一个人将在哪一年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也是注定的。该来的必然会来，不该来的你求爷爷告奶奶也不会来，这都是你的命。总而言之呢，一切都是必然如此的，都是逃无可逃，无法避免的。用英语来说就是 inevitable 或者 settled， 就像灭霸老师说的 I am inevitable。那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啊，我并不觉得一切都是注定的呀，那未来是不确定的呀。我明天到底是吃肯德基还是吃麦当劳啊？明天的股票到底是涨还是跌？这目前还都是不确定的呀，怎么能说一切早已注定了呢？那这时候宿命论者会回应说啊，我们要搞清楚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一是事情本身是不确定的，二是你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这完全是两码事儿啊！你总抱有未来是不确定的错觉啊，仅仅是由于你的无知造成的啊！你不能说啊，由于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所以未来就是不确定的。这就好像在古代呢啊，到底明天会不会下雨，到底今年会不会发生旱灾洪灾，由于古人的认知局限啊，造成了这看起来是偶然的啊，完全靠盲猜或者靠这个占卜啊。但是放到现在啊，我们虽然现在还是不能100%的准确预测未来的天气啊，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天气的变化它并不是随机的呀，它就是注定的呀。只不过呢，我们人类由于科技和认知上的局限啊，无法100%的准确预测而已。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并不代表未来就是不确定的。那有人听了这一期的选题啊，可能会疑问啊，这不跟咱们大问题节目之前有一期的选题是一样的吗？那就是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你这里说的宿命论，不就是之前那一期讨论的决定论吗？这个决定论呢 ，determinism 就是指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因果的，被物理规律决定的啊，就是给定了宇宙一开始的状态，给定了物理法则，那剩下的一切都是可以被确定的计算出来的，因此世间的一切都是被决定的。那这个决定论和刚才说的宿命论不就是一回事吗？这两者可不是一回事儿啊！我们今天讨论的宿命论啊，确切的说是形而上学的宿命论。那什么是形而上学呢？它的英文就是 metaphysics 啊，简单说就是超越物理学的意思，或者说比物理学更底层的意思。这个决定论呢，是在物理学层面讨论的问题啊，因为它必须讨论因果律嘛。而形而上学的宿命论是超越了物理学，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宿命论就不扯物理学。为什么我们今天讨论宿命论不扯物理学呢？因为啊，你要扯这个物理学的话，这些个理科生们呢，一会儿又是牛顿经典力学啦，一会儿又是量子力学啦，一会儿又是波函数坍缩啦。你讨论个哲学问题，非得修满个物理学系10个学分的专业课才能聊，那这就没法聊了嘛。你理科生要是这么聊哲学的话，那人家文科生也有理由说的，甭跟我扯什么牛顿力学，什么量子力学，我们讨论宿命论应当富含人文情怀。于是呢，知乎者也是一大堆啊，一会儿又是俄狄浦斯王啦，一会儿又是存在先于本质啦，一会儿又是人无法2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啦。你们讨论个哲学问题，非得修满文学系10个学分的专业课才能聊，那这也没法聊了嘛。所以呢，刚上完各自专业课的理科生们和文科生们都收位。我们今天呢，就超越理科生和文科生的视角，我们就从文科和理科都要学的公共课的视角来探讨宿命论的问题啊。这个公共课就是数学嘛，对吧？这个文科和理科考研都得考数学，对不对？我们今天啊，就抛开一切科学的、人文的特殊背景和包袱，轻装上阵。我们今天仅仅从逻辑上进行逻辑推理，冰冷无情的推理。我们今天啊，就不扯量子力学，也不扯存在主义，也不预设世界上存在因果律。那抛开这些个预设以后，逻辑学家依然可以自信地宣布，我们仅凭逻辑推理就能证明宿命论必然为真。因此呢，有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提出了2个非常雄辩的逻辑论证，来证明宿命论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宿命论必然为真。
这两个论证分别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海战论证，以及美国哲学家理查德·泰勒提出的必要条件论证。当然，就像任何哲学讨论一样，我们在分享这两个对宿命论的逻辑论证的同时，也会分享对这两个论证的批评，最终需要你来评一评对宿命论的论证是否成立。好，下面进入会议正片，我们先来介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海战论证。这个海战论证呢，是由古希腊哲学家经典逻辑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啊。当然，亚里士多德是不认可宿命论的。他这里提出海战论证呢，只是先立了一个靶子，然后呢，后面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但是呢，这个海战论证还是有很多其他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非常认可的。这个海战论证就是说呢，明天啊，这个古希腊的爱琴海上会不会爆发一场海战，这事儿啊，其实早已注定了。当然了，咱就不说古希腊的事儿了。我们把海战论证里面古希腊海战的例子换成一个我们中国人更熟悉的例子那就是今年也就是2024年的9月5日，在中国男足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中，中国男足荣获0-7的好成绩。但是呢，在这场比赛发生之前虽然很多人都会觉得国足会获得一个好成绩，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料想到我们的成绩竟然可以这么好真是再创历史了。所以呢，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中国男足在9月5日获得这么好的成绩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并不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逻辑学家就要来论证，国足在2024年9月5日对日本队取得0-7的好成绩是命中注定的。对此呢，逻辑学家给出了这样的论证：前提一是国足在2024年9月5日与日本队的比分要么是0-7，要么不是0-7。前提二是，如果国足和日本队的比分是0-7，那么这个比赛的比分就是注定的、不可避免的是0-7。前提三是，如果国足和日本队的比分不是0-7，那么这个比赛的比分就注定的、不可避免的不是0-7。因此结论就是，无论如何，国足在2024年9月5日与日本队的比赛结果是注定的、不可避免的。论证完毕。你可能看了这个论证，可能看不懂这咋就说明国足与日本队0-7的比赛结果就是注定了的？好，我们说了，这期节目我们不要凭借直觉，而要凭借逻辑来进行推理。我们回来看这个论证咱们一条一条的来捋对于这个前提一呢，国足与日本队的比分要么是0-7，要么不是0-7，这你肯定觉得是没毛病的，对吧？你就算没有系统学过逻辑学，你肯定也知道这就是排中律，这是逻辑学的最基本的规律。这个排中律就是指呢，相互矛盾的两个命题不可能同时为假，必然有一个为真用大白话说就是一件事情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这个命题必然是真的。比如说呢，要么5+7等于12，要么5+7不等于12，要么新垣结衣是我的妻子，要么新垣结衣不是我的妻子，对吧？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球赛论证里面的前提一也就是个典型的排中律嘛，就是国足与日本队的比分要么是0-7，要么不是0-7，这个命题肯定是没有任何毛病的。好，前提一是没问题的。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前提2和前提3有点奇怪，对不对？怎么着，如果一件事情发生或者没发生，那么它注定就是发生或者注定不发生的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重点论证一下这个前提2和前提3也是真的，这就是必然定律。这个必然定律是我们临时给起的名字其实用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解释篇里面的一句话来说，也就是凡所是者，当其事实必然是用英文说就是 What is necessarily is when it is 用大白话说就是所有真相都是宿命或者再大白话点说就是凡是发生的事情都是注定会发生的。那你肯定要问了，这个逻辑学家是怎么证明这个必然定律的呢？接下来这个论证呢，就是逻辑学家用来证明一个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必然要发生的。就比如说9月5日国足0-7输日本这件事吧。比如说今天就是9月5日，那么前提一就是今天国足0-7输日本了。那今天国足0-7输日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且仅当在一天前，也就是9月4日，你对国足明天的比赛结果做出了一个神预测，那就是明天国足会0-7输日本，这个预测对了，对不对？也就是说呢，昨天说的明天国足会0-7输日本，这个命题是真的，这没毛病吧？那么前提二是，如果在一天前明天国足会0-7输日本，这个命题已经为真，那么它就必然为真。为什么呢？大家要注意这个括号里面给的理由那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可改变，因为你的预测是昨天9月4日做的嘛，昨天你做的预测已经做了嘛，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可改变就比如说你赌球，你压了红方赢，你不能等一天后比赛出结果蓝方赢了，然后说我改一下我昨天的预测，那这可不行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可改变，这是一个逻辑上不得违反的铁律，因为你改变了过去就不会有现在了嘛，这就会造成特别直接的逻辑矛盾了。
有朋友或许还记得啊，咱们之前有一期大问题节目啊，也就是时间穿越在逻辑上是否可能那期节目里面啊，无论是赞成时间穿越在逻辑上是可能的正方，还是认为时间穿越会造成逻辑矛盾的反方，他们都认为你不能穿越回去改变历史啊，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可改变的，这是一条所有人都不得违反的逻辑铁律。好，这么看呢，必然定律的前提2也是没毛病的。前提2说的其实也就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可改变的，是必然的，这没毛病吧？好，那么下面进入前提3，就如果在1天前，明天国足会0-7输给日本，这个命题必然为真，那么今天国足必然0-7输给日本，对吧？这完全就是个逻辑传递，这没什么好说的。因此，最终得出结论。如果今天国足0-7输日本，那么今天国足必然0-7输给日本，这也就是必然定律。凡是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发生的，论证完毕啊！你细品品啊，你可以按个暂停键细品品啊，这个论证逻辑上没有任何毛病。好，你品完了这个必然输球论证，我们可以把国足输球这个具体事件啊，也就是具体的应用题，把它一般化，把一般化的公式写出来，换成这个论证啊，这个我就不念了，就是把输球这个具体事件换成任何事件都是成立的。论证的结论就是，如果一件事在此时发生，那么它就必然会在此时发生，这就是必然定律。凡是发生的事情都是注定发生的。What is necessarily is when it is。好，论证完必然定律，我们现在再回到球赛版的海战论证啊。现在我们知道必然定律为真啦，那么基于必然定律的前提2和前提3就都是没有毛病的啦。如果国足与日本队的比分是或不是0-7，那么这个比分都注定是或不是0-7，也就是说，结论就是无论如何，国足在2024年9月5日与日本队的比赛结果是必然的、注定的、不可避免的。论证完毕。那同样的呢，我们可以把球赛论证这个应用题换成一个一般化的公式，那就是如下形式：前提1是，对于任意事件 A 啊，无论是海战还是球赛结果，还是小方会不会答应你的追求，要么发生，要么不发生。前提2是，如果 A 发生，那么 A 必然发生。前提3是，如果 A 不发生，那么 A 必然不发生。因此得出结论：无论如何，任何事件都是必然的、注定的。论证完毕。那这个论证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该发生的注定会发生，不该发生的打死也不会发生。你无论做什么都改变不了注定的事情。无论你当初是把坎马乔请过来当主教练，他也无力改变注定会发生的事情啊。人家坎马乔有理由说的，我带的什么队啊？我带的是中国队啊！中国队命里就该是在2024年9月5日以0-7输给日本队，无论怎样都改变不了，这就是宿命。好，介绍完这个海战论证啊，也许有人会说啊，哎呀，我好像被宿命论者的逻辑推理给说服了。哎呀，我也认为宿命论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啊，我悟了，我虚无了，我选择躺平了，因为无论做什么，该发生的注定会发生啊。哎呀，我们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宿命论啊，它是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啊，也就是啊，更多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因此呢，就不扯伦理上的问题，它推导不出任何伦理上的应然结论。因为你选择躺平，在形而上学的宿命论者看来啊，也是注定的，对吧？或者反过来啊，你选择不躺平啊，就说明你就是个操劳的命，也是被注定的，对吧？这个宿命论啊，推不出伦理上的应然啊，至少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宿命论推不出伦理上的应然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讨论的更多就聚焦在宿命论在逻辑上是不是真的。我们要知道啊，一件事情在逻辑上是真的，也就是它是必然的，就像3+4必然等于7一样，只要我们在逻辑上证明宿命论必然为真，那么你再怎么做实验啊，做田野调查啊，都改变不了宿命论是真的。这就好像呢，逻辑上3+4必然等于7，这就是一个逻辑上的必然真理。你到这个经验世界里面再怎么做实验啊，无论是拿3个苹果再加4个苹果，还是拿3个男朋友再加上4个男朋友，都必然等于7啊，都是1个礼拜每天吃1个，对不对？那你也许会反驳说啊，这个宿命论并不是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呀。比如说谁也不知道我下一秒会不会抬起我的左手，我想抬就抬，我想不抬就不抬，我趁你不注意，我就抬了一下，哈哈哈，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但是啊，这个宿命论者啊，都是一些逻辑学家，他不跟你扯什么自由意志啊，什么神经传递啊，他就问你啊，无论你下一秒抬或不抬左手，你这个抬或不抬都是注定的，发生了的事情是注定发生的。而无论你有没有自由意志，无论你抬左手是通过电信号传播的，还是量子纠缠，哪里也许会说，这不是废话吗？这个形而上学的宿命论，它不扯物理学，在逻辑的圈圈里面打转，反正无论做什么都说该发生的注定会发生，那这种神逻辑就是必然正确的啊。但是即便抛开物理学，即便仅从逻辑上来看啊，也有哲学家指出，这个看起来无懈可击的逻辑论证其实是有逻辑漏洞的。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哲学家们给出的有质量的对海战论证的反驳。在这里插播一段会议说明啊，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呢，典型的形式就是哲学家开会，一起来探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那有人就问啊，夏先生，那你关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呢？你别总做个不粘锅，没一点个人观点啊。如果想了解我对于这些问题的个人观点呢，欢迎扫码加我的个人微信，我就会把我对本期大问题的个人看法发个朋友圈和你探讨交流。并且呢，我也会分享一些我平日里个人的思考和心得分享一些我不好意思在平台上说的话算是我的个人专栏吧。好，会议说明就解释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我们说了，海战论证最初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而亚里士多德呢是反对宿命论的，他提出海战论证是先立了个靶子，然后要批驳掉海战论证。那亚里士多德是怎么批驳海战论证的呢？这个论证有3个前提，前提1、前提2和前提3。但如果我们化约一下的话，其实这个论证是基于2个前提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这个论证的前提1，也就是排中律。那第二个前提呢，也就是这个论证的前提2和前提3所基于的必然定律。我们要知道你如果要反驳一个论证要么就是指出这个论证的逻辑推理过程是无效的也就是犯了逻辑谬误，要么就是指出这个论证的前提为假。那这个海战论证的逻辑推理过程可以说是无懈可击，逻辑非常严密。那如果要反驳这个论证的话，就只能反驳说这个论证的前提为假了。而且要知道如果这个论证有多个前提，你只需要指出其中一个前提为假，那么整个论证也就坍塌了。正所谓见假则假嘛。这些都是做论证去说服别人，或者说反驳别人的错误论证的一些基本的逻辑学知识可能还有不少朋友连这些基本的逻辑学知识都不知道话说不清楚，表达缺乏条理。强烈建议报名参与我讲的论证与说服50讲的课程这门课程呢，其实也就是分享给大家如何像大问题节目里面的哲学家一样，条理清晰、言之有理的做论证，从而说服别人。或者呢，当别人抛出了错误的论证以后，你一下子就能指出对方的论证犯了哪些错误。课程的报名链接在置顶评论或者后台发我私信“论证”2字来报名。好，我们说回来如果要反驳一个论证，要么指出逻辑推理过程是无效的，要么指出前提是假的。而海战论证的逻辑非常严密，因为亚里士多德要反驳海战论证的话，就只能反驳前提，指出前提为假。那么这个海战论证有2个前提，也就是排中律和必然定律，只需要指出其中一个为假，就能反驳整个论证了。那么亚里士多德会反驳其中哪个前提呢？我们之前说了，对于这个必然定律呢，亚里士多德自己就说过，凡所示者，当其事实必然是。这说明亚里士多德自己就是认可必然定律的，因此亚里士多德就不得不选择反驳前提1，也就是反驳排中律。那这就很有意思了呀，亚里士多德反驳排中律这事儿首先要知道这个排中律是逻辑学里面的最基本的定律之一，这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要反驳数学里面的勾股定理这样的数学基本定理一样，那这可就太难了。而且更为搞笑的是我们要知道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经典逻辑学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自己就提出过逻辑学的3条基本定律，就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对吧？排中律就是亚里士多德自己提出来的逻辑学的基本定律。那亚里士多德自己要反驳自己提出来的逻辑学基本定律，自己打自己的脸，那你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逻辑学家，那这是不是有点不够逻辑自洽呢？亚里士多德并没有逻辑不自洽他反驳海战论证的前提1并没有反驳排中律，他自己肯定是认为排中律就是对的嘛。那问题就来了，这个海战论证的前提1不就是典型的排中律吗？那怎么亚里士多德反驳前提1却没有反驳排中律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排中律的意思是相互矛盾的2个命题不可能同为假，必然有一个为真用形式化的语言说就是 P 或者非 P 是真的，对吧？就是要么命题 P 是真的，要么命题非 P 是真的，这2个命题不可能都是假的。那亚里士多德是支持排中律的。但是注意了亚里士多德所支持的排中律并不是 P 是真的或非 P 是真的这2句话中必有1句话是对的，而是 P 或者非 P 是真的这1句话必然是对的。那在这个球赛版的海战论证中亚里士多德所支持的排中律说的是国足比分是0-7或者不是0-7是真的，这1句话是对的，而不是如前提1所说的要么国足比分是0-7是真的，和要么国足比分不是0-7是真的，这2句话中有1句话是对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把1句排中律的命题拆成2个命题来说，那这2句话就都不是对的。这就说呢，亚里士多德认为
P 或非 P 这一句话肯定是对的啊，但是你要单独拆出来其中任何一个，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啊，都是没有对错可言的。也就是说呢 ，P 既不是对的，也不是错的，并且非 P 既不是对的，也不是错的啊。这听起来有点绕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说在事件发生之前啊，比如说在9月5日比赛发生之前呢，国足比分是0-7啊，既不是对的，也不是错的，并且呢，国足比分不是0-7啊，也既不是对的，也不是错的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啊，一个命题要想是对的，一定得有东西让它是对的啊。换句话说呢，就是有使得这句话为真的东西。这个使得一个命题为真的东西呢，啊，逻辑学里面把它叫做 truth maker 啊，我们把它翻译叫做使真者啊。比如说呢，如果我面前有个水杯，这个命题是真的，那一定是因为此时此刻在这个真实世界里面，水杯真的在我面前啊，这个事件此时此刻真的发生了，这就是我面前有个水杯这个命题的使真者。好，我们下面再来看啊，国足比分是0-7是真的和国足比分不是0-7是真的这两句话啊。这两句话在2024年9月5日比赛发生之前啊，都既不是对的，也不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句话都没有使真者啊，对吧？比赛还没有发生，这两句话就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因为比赛还没有发生，所以还不存在一个世界状态可以让这两句话中的任何一句是真的。所以国足0-7输球这件事儿啊，在比赛发生之前，既不是对的，也不是错的，它处在一个尚未被决定的状态。那为什么又说国足比分是0-7或者不是0-7是真的？这个没有拆开来的一句话就是对的呢？啊，即便在9月5日比赛发生之前，这句话也必然是对的呢？因为 P 或非 P 是真的这个命题，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有一个使真者啊，那就是排中率啊。因为排中率是真的，因此国足比分是0-7或者不是0-7是真的，这一句话就必然是真的。因此呢，亚里士多德就没有反驳排中率，但依然反驳掉了前提一。排中率的命题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对的，但是你把它拆开来变成两句话，那这两句话就既不真也不假，他们在比赛开始之前都是没有对错可言的。因此我们说回到球赛版的海战论证，这个论证的前提一就是把排中率的命题拆开来说了嘛，因而在比赛发生之前啊就不是必然正确的，因此前提一并不是真的，因此海战论证并不成立。反驳完毕。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对海战论证前提一的反驳，你觉得这个反驳成立吗？当然了，后来也有宿命论者对亚里士多德这个反驳啊进行了再反驳，他们认为啊，就亚里士多德说的啊，这个国足比分是0-7是真的和国足比分不是0-7是真的啊，这两句话在事件发生之前呢，就既不是对的，也不是错的。但宿命论者就指出啊，就亚里士多德这个说法啊，就让我们人类对未来进行预测这个行为变得不可能，对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对未来进行预测，而这些预测是有对错可言的啊。比如说赌球，对吧？在比赛开始之前啊，你预测比分是0-7，那我们在比赛开始之前啊，都可以斩钉截铁的说啊，你这个预测要么是对的，或者要么是错的。那这么说肯定是没毛病的。但是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啊，你还真不能这么说啊，因为你做预测是在比赛开始之前啊。按照他的说法呢，你0-7的这个预测啊，在比赛开始之前就是没有对错可言的。所以抱歉，你的预测既不是对的，也不是错的。那这个说法就太不符合我们的直觉了嘛。所以呢，另一位反对宿命论的哲学家奥卡姆的威廉给出了另一种反驳的思路啊，这个奥卡姆就是那个提出如无必要无增实体的奥卡姆剃刀的那个哲学家。和亚里士多德不同啊，奥卡姆反对的不是第一个前提排中率，而是第二个前提必然定律。我们之前说了啊，这个必然定律就是指凡是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发生的，注定发生的。而这个定律是怎么证明的呢？这个具体的证明过程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把这个板书再亮出来，你自己按个暂停键再回味一下。其实啊，这个必然定律的论证的核心思路就是诉诸于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可改变，对吧？我们还记得这个论证的前提二吧？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可改变，是所有人都不得违反的逻辑铁律。那怎么着？你奥卡姆要反对必然定律，是要反驳这个前提二吗？你敢吗？嘿嘿，奥卡姆反驳必然定律，那并没有从这个前提二下手啊，他反驳的是前提一。这怎么说呢？为了让我们更为直观的理解啊，我们还是拿国足必然输球的应用题的论证来说事儿啊。奥卡姆认为啊，已经发生的事情，确实是不可改变的也就是你昨天预测对了，今天国足会0-7输日本这个过去的预测事件没法改变，对吧？因为你是昨天做的预测嘛。
但是你的预测虽然是过去做的，但并不是关于过去的啊，你是关于未来做的预测啊。所以你做的预测虽然是在昨天做的，但却是关于未来的，也就是关于明天国足是否会输球的呀。而这些关于未来的预测，它到底有没有预测对了？那当然应该取决于未来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再来看这个必然定律论证的前提一：今天国足0-7输日本的，当且仅当在一天前，明天国足会0-7输日本为真。那你做的这个明天国足会0-7输日本的预测是关于明天的呀。那如果明天还没有到来，你咋就能确定明天也就是前提一里面所言的今天就0-7输日本了呢？所以前提一并不成立。一个论证只要有一个前提不成立，整个论证都不成立，所以必然定律论证并不成立。而必然定律又是海战论证的其中一个前提，因为必然定律不成立，所以整个海战论证都不成立。反驳完毕。其实奥卡姆的反驳简单概述来说就是你们宿命论者虽然是在过去做的预测，但并不是关于过去的预测，而是对未来做的预测那这个预测是否对了，那只能取决于未来了用奥卡姆的原话说，就是有些命题仅仅在措辞上是关于现在的，内容却等同于关于未来的，因为它们是否为真取决于关于未来的命题。好，介绍了海战论证以及对海战论证的批评。你认为海战论证还成立吗？估计有朋友要说，哎呀，夏老师你这一期这么多论证，这么多逻辑弯弯绕，我反应不过来呀，我暂停键都按冒烟了。哎呀，那还不赶紧报名参与我讲的论证与说服50讲。这门课里面呢，不仅有逻辑学还包括论证基本原理，包括认知心理学，包括修辞学和影响力的内容等等那学了咱们这门课能让你日常清晰思考，有条理的表达，这不说就你学了这门课以后再看咱们这个大问题节目里面的哲学家之间的论证与辩论也能体会到咱们节目更深一层的智力趣味了嘛，更能透过热闹看出门道了嘛。报名链接在置顶评论或者后台发我私信论证2字来报名现在很可能还有一个早鸟价能够减免100块钱的优惠赶紧上车。好再次打完广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宿命论者给出的另一个逻辑论证——必要条件论证。对宿命论的必要条件论证呢，是由美国哲学家理查德·泰勒提出来的。这个论证非常简洁这个必要条件论证顾名思义是基于逻辑学里面的必要条件而展开的这个什么是充分条件，什么是必要条件，这是中小学数学必修的吧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我们说 P 发生是 Q 发生的充分条件，这意思就是说只要 P 发生了，那么 Q 肯定就会发生。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不可能存在一个明明 P 已经发生了，但是 Q 却没有发生的情况举例子说我们说被子弹击穿大脑是一个正常人死亡的充分条件，这意思就是说只要你射出一枚子弹把一个人给爆头了，那这个人肯定得死，对吧？不可能存在说他都被爆头了但还继续活着的情况，对不对？那相反呢，我们说被子弹击穿右耳，那这就不是死掉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呢，完全有可能右耳被打爆了，但人还活着的情况，对不对？那什么叫必要条件呢？它和充分条件是反过来的。我们说 P 发生是 Q 发生的必要条件，就是说要想让 Q 发生，你肯定需要先满足 P 发生，对吧？这话就是说就是不存在一个明明 P 没发生，但是 Q 却发生的情况举例子说我们知道你要想做出凉拌黄瓜丝这道菜你首先肯定得切黄瓜，对吧？在这里呢，你切黄瓜就是你做出凉拌黄瓜丝的必要条件，就是不存在你连黄瓜切都没切，但是却把凉拌黄瓜丝这道菜给做出来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说 P 是 Q 的必要条件，就是说如果 Q 发生，那么 P 肯定得发生。好，那明白了什么叫必要条件，我们就来看这个必要条件论证这个必要条件论证就是说你要想让某件事儿有可能发生这个事情发生的必要条件你必须得给满足了，对吧？否则如果一件事儿的必要条件没有满足的话，你这件事儿就必然的注定的不会发生。这个打过麻将的人都知道你打麻将要是想下一轮胡牌，那你这一轮必须得先听牌，对吧？你这一轮听牌就是下一轮胡牌的必要条件。而如果胡牌这个事情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听牌没有被满足，你是绝对没有可能胡牌的，对吧？换句话说，如果某件事情要想发生的必要条件都没有被满足，那这件事情就是必然发生不了的，注定发生不了的，这就是既定的，是宿命。再举个例子假设你今天要坐某班飞机飞机是早上8点起飞，然后呢，你住的地方距离机场是2个小时的车程，那你能赶上飞机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你至少6点的时候已经起床了，对吧？
那假设你睡过头了，6点你还在睡觉，那我们就可以认为你是注定赶不上飞机的，因为你赶上飞机的这个事情发生的必要条件，也就是6点已经醒了，没有被满足。那如果这时候你一睁眼发现哟已经6点半了，那这时候明知的你应当做的不是傻兮兮的和宿命做抗争啊，着急忙慌的赶去机场看看还能不能坐上飞机啊，而是认命啊，闭上眼踏踏实继续睡吧。好，我们已经知道啊，如果某个事情发生的必要条件没有被满足，那么这个事情就是注定不会发生的。那么这个必要条件论证剩下的就非常简单了，只需要依靠一个任何上过小学、有基本逻辑常识的人都知道的简单数学定理就可以完成这个证明。这个定理就是任何条件都是自己的充分条件，也是自己的必要条件啊，这就是个最基本的数学定理。这就是说呢，P 是 P 发生的必要条件啊，这个完全没毛病吧，对吧？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做出如下必要条件论证。前提一是，如果 P 发生的任何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被满足，那么 P 不发生就是注定的，对吧？这就是必要条件的定义嘛。那么前提二就是 P 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是 P 发生本身，对吧？这就是基本的数学定理嘛。那么由此得出结论，如果 P 不发生，那么 P 不发生就是注定的。论证完毕。啊，这个论证十分简洁优美，你都不用按暂停键就能感受到它的逻辑必然性。好，有了这个必要条件论证，我都可以给你证明，任何事情的不发生都是注定的，无法改变的。而且这个证明的过程非常简单啊，比如说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麦当劳而不是肯德基，那我就可以证明这就是宿命。为啥呢？首先啊，你要想今天中午吃的是肯德基，那这个事情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它自己啊，也就是你今天中午是吃了肯德基啊。如果这个必要条件没有被满足，那么今天中午吃的不是肯德基这件事儿就是注定的。必要条件论证可以证明，任何事情之所以没发生，都是注定不会发生的啊！你觉得自己本可以高考发挥不失常，但抱歉，你发挥失常就是注定的啊！你觉得自己本可以股票不被套牢，但抱歉，你被套牢也是注定的啊！你觉得自己本可以不被绿，但抱歉，你被绿也是注定的。所有过去发生、现在发生、将来发生或者不发生的事儿，都是注定如此的。由此，我们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宿命论为真。好，介绍完必要条件论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对必要条件论证的批评。这个必要条件论证啊是非常简洁啊。首先这个逻辑推理上是无懈可击的啊，因而只能攻击前提。这个论证呢只有2个前提啊，其中还有一个前提呢，也就是前提2还是一个数学定理，没人反驳得了，对吧？所以呢，所有对这个论证的攻击呢，都只能集中在对前提1的反驳之上。前提1是说啊，如果 P 发生的任何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被满足，那么 P 不发生就是注定的。那美国哲学家威廉哈斯克呢，为了反驳这个前提1，就指出确实有些事情的发生或不发生呢确实是无法改变的。比如说地震，对吧？我们可以说地震在这种意义上，是注定的，是不受我们的控制的，是无法改变的这没问题。但是地震发生是注定的这件事儿难道是因为像必要条件论证的前提1说的那样，是因为地震不发生的必要条件没有被满足吗？不是啊，地震之所以是注定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阻止地震发生，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满足让地震不发生的必要条件，对吧？那假如说呢，人类文明已经演化到了3型文明的水平了人类就有能力缓解地球板块运动，从而阻止地震的发生。而我们现在之所以没法阻止地震发生那并不是因为实际上板块还在运动，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阻止板块运动。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超能力你就不能说地震的发生是注定的，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有满足让地震不发生的必要条件的能力用哈斯克的话说控制这些必要条件的发生，对我们来说就是可及的。说这个具有阻止地震的能力说这个能力是可及的，可能有点超乎想象我们就说中午吃麦当劳还是肯德基没错，我今天中午事实上吃的是麦当劳而不是肯德基，这是事实。中午吃肯德基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吃的不是麦当劳，而我没有满足这个必要条件，这也是事实。但是这就意味着中午吃麦当劳就是注定的吗？当然不是因为我有能力满足这个必要条件就是我有能力让自己不去吃麦当劳对吧？这个麦当劳叔叔也没按着你必须进去给我吃10个牛肉吉士汉堡，对不对？中午不去吃麦当劳这个选择对你而言完全是可及的，因此中午吃的不是肯德基这个事儿就不是注定的。那同样的呢，国足输给日本队是注定的、不可改变的吗？是因为国足没有满足踢赢日本队这个事件的必要条件吗？那当然不是而是国足没有能力满足这个必要条件，对吧？是踢不了，没那个能力。
但是国足没这个能力是必然的吗？那当然不是啊，踢赢日本队完全是能力上可及的呀。那比如说务实一点，我们先把自己的战术打法，把足球这个理念给搞懂啊。所以呢，我们说回来啊，哈斯克反驳前提一的策略就是，这个前提一是说，如果 P 发生的任何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被满足，那么 P 不发生就是注定的。那哈斯克的反驳策略啊，就是指出一个混淆，那就是我们混淆了没有满足必要条件和没有能力满足必要条件。这完全是两码事儿啊！比如说你应当6点起床去赶飞机这件事儿啊，你不能说啊我错过飞机是注定的，为什么不能说呢？因为你完全有能力6点前起床啊，然后去赶飞机，对不对？一个闹钟不够，定2个闹钟啊，你完全有这个能力做到按时起床的。比如说这次你是和老板一起坐飞机出差，老板准时赶上飞机的，你作为助理却错过飞机的，老板责怪你错过飞机啊，导致这单业务丢了，对吧？你不能反驳老板说啊你说错了，我今天注定要错过飞机，因为我今天赖床了，嘻嘻。总而言之呢，在哈斯克看来啊，只要我有能力选择去做事件 B， 哪怕实际上我做了事件 A， 那么事件 A 的发生就不是宿命，这就是对必要条件论证的批评。好，介绍完必要条件论证及其批评，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宿命论大问题研讨会的会议总结。本期大问题节目我们讨论了有关宿命论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未来到底是不是注定的，我们改变不了的啊。我们看到啊，海战论证试图通过排中律和必然定律来证明，而必要条件论证则试图通过数学中的必要条件相关的定理来证明。这两个论证啊，都想要依靠难以质疑的数学或逻辑学来建立自己的论证。但是我们也看到啊，就像其他任何哲学论证一样啊，这样的论证也可能存在着破绽。你被这两个论证说服了吗？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形而上学的宿命论啊，因而只是在逻辑推理的层面上去论证宿命论。最后呢，我们抛开逻辑推理，还是来说一点文科小作文啊。其实啊，关于一切是不是注定的，在西方的宗教哲学里面，曾经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大问题，那就是事功论和预定论的对决。这个事功论就是说呢，你信上帝，最后能不能上天堂啊？得看你这辈子在尘世间，有没有做好事儿，并且不做坏事儿啊？得看你的事功，看业绩啊。如果你平时就助人为乐，乐善好施啊，没事就扶老奶奶过马路，那你每做一次这些善举啊，就会在上帝那里记一笔账啊，贴上个小红花。那你每做一次坏事呢，就比如说光顾着看视频，都看到结尾了，还不给人点个赞啊，白嫖视频博主辛苦创作的视频，那在上帝那里呢，就会给你扣分，小红花撕掉。那最后你死的时候呢，上帝就会给你算个总账，是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啊？决定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那这种事功论呢，就说明啊，人是能够通过不停的做好事儿并且不做坏事儿来影响最终的命运的。也就是说，人是能够改命的嘛。但是另一种预定论就是说呢，你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这事儿早已注定了这就有点宿命论的味道了。那为什么说是早已注定的呢？就是说如果上帝还得拿个小本本算你在尘世间的表现来决定你是否上天堂这不就说明上帝他老人家自己都拿不准吗？还得看你的举动来定夺，这不就玷污了上帝的全知全能吗？这可不行啊！其实这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从一开始，从创造这个世界的一开始，就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最终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命运这早就定好了。无论你在尘世间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命运。那有人就要疑问了呀，那如果一切都是注定的话，这不就会取消人在尘世间的道德努力了吗？就是我不论做不做好事都不能改变命运，那我就躺平好了。不是哦，关键问题在于，就是虽然你的命运早就被上帝决定了，但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那一个。上帝不在时空之中，你并不知道握在上帝手中的那张底牌上到底写着些什么。那就还是不能躺着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命运嘛，所以呢，你就要不停的寻求印证。你还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想要扶老奶奶过马路，然后告诉自己，我怎么这么喜欢做好事那我肯定是那个会上天堂的人，没跑了，对不对？然后呢，你这辈子不停的蹦跶，就是为了到事情发生的那一刻。当然，也只有到了事情发生的那一刻，你才能亲眼看到那张握在上帝手中的底牌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好，这个文科小作文说完是不是发现这个文科小作文比起逻辑推理更容易听懂？是不是？那还是得说逻辑论证还是需要学习的呀。学习了以后呢，你就会从逻辑推理那里发现美感了。
最后再推销一下我们的论证与说服50讲的课程，置顶评论那里或者后台发我私信论证2字便可以报名参与。其实咱们这门课里面也分享了一些文科小作文的写作技巧。当然还是那句话，别的不说，学了咱们这门课以后你会发现观看咱们大问题节目会更有意思，更能看出其中不同哲学家论证的门道，也能让你参与到与其他观众朋友更高质量的讨论之中。所以关于本期宿命论的大问题讨论，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